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在这个城市的边缘，有一个历史悠久的老电影院，名为光影剧场。这家电影院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在当时是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娱乐场所之一。虽然经过多次翻修，但光影剧场依然保留了那股浓厚的复古气息。人们也喜欢来这里观看老旧的经典电影，尤其是在午夜时分，老片子的回味总能吸引一些怀旧的影迷。然而近些年来有关这一家电影院的传闻那是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家电影院年代久远，略显破旧，而且在午夜场的电影放映期间，似乎总是会发生一些诡异的事情。午夜场成了光影剧场的禁区。有人说午夜时分电影院里会悄悄播放一部从未在片单上出现过的恐怖电影。而更为离奇的是，看完这部电影的观众无一例外的都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怪事，无论是惊悚的幻觉，还是诡异的噩梦，又或者是其他不可思议的灵异现象，都令观众们心有余悸。事情的开端始于一位名叫林宇的年轻男子，他是一个电影迷，尤其对恐怖电影那他是情有独钟。某天夜里，林宇和几个朋友一同前往光影剧场观看午夜场的电影。他们准备观看的是一部惊悚片《午夜凶铃》，但令人惊讶的是，当电影放映的时候，屏幕上出现的并不是他们所期待的《午夜凶铃》，而是一部完全陌生的恐怖电影。这部电影的开端从一座荒废的医院开始，镜头在阴暗潮湿的走廊中缓缓移动，空气中仿佛弥漫着腐朽的气息。医院里空无一人，只有偶尔传来的滴水声和风声，打破死一般的寂静。镜头慢慢地推进到一个房间，那里躺着一具已经腐烂已久的尸体。突然，尸体的眼睛睁开，带着空洞无神的眼神直直地望向观众。林宇和他的朋友们当即感觉到了一股寒意，他们互相看了看，谁也不知道这部电影是怎么回事，但都被这种诡异的气氛吸引了。继续看下去，随着剧情的推进，电影中的恐怖情节逐渐升级。那些被遗弃在医院中的患者一个个的都复活了，用扭曲的身躯追逐着主角。而更令人不安的是，电影中的画面总有一种让人说不出来的诡异感，仿佛那些复活的人就要从屏幕之中爬出来一般。电影的结尾也格外令人震撼，主角们最终还是被困在了医院里，无论是怎么跑都无法逃离那片阴森的走廊。直到最后，镜头越拉越远，医院的门缓缓关闭，巨大的铁门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响。而就在门关上的瞬间，林宇的耳边突然响起了同样的声音，仿佛从座位后传来。电影结束之后，林宇和他的朋友们都感觉全身被一种无法言说的阴冷给包围了。他们站起身环顾四周，发现整个电影院似乎只有他们几个人了。电影院里一片寂静，连常见的电影散场后的喧闹声也没有。他们快步走出电影院，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每个人都心里打鼓，那种不安一直缠绕着他们。林宇回到家后，事情变得更加诡异。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的耳边时不时会传来轻微的脚步声，好像有什么人在他的房间里徘徊。他几次开灯查看，却什么也没发现。接下来的几晚，他反复做着同样的梦。梦中他站在那座荒废的医院走廊上，四周一片死寂。突然，他的背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仿佛有什么东西正朝着他跑来。他猛地回头，却什么也看不见，但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直到他能感觉到那东西就在他身后的时候，他总是惊醒。不仅仅是林宇，他的朋友们也开始经历各种奇怪的事情。有人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感觉床底下有一只冰冷的手抓住了他的脚腕。有人在家中听到莫名的低语声，仿佛有无形的声音在对他说着什么。还有人甚至在半夜看到房间的角落里站着一个模糊的黑影。随着时间的流逝，观看那部午夜电影的人开始出现更多的怪事了。有几个人甚至因为精神崩溃而住进了精神病院。他们声称自己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给缠上了，但无论他们去到哪里，都无法摆脱那种被注视的感觉。有人试图离开城市，搬到其他的地方去居住，
但不论他们走到哪里，那种不安的感觉依旧无法摆脱。光影剧场的午夜场电影也逐渐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禁忌。虽然没有什么证据，但绝大部分走进午夜场的观众或多或少都经历了一些怪异的事情。就算有的人没有经历诡异事件，也会莫名的长期感到疲惫和沮丧，仿佛有什么东西吸走了他们的精力。恐惧在城市中蔓延，人们开始惧怕午夜时分进入光影剧场，甚至连白天的场次也都变得冷清。电影院的老板虽然多次公开声明午夜电影剧场没有任何异常，但显然没有什么人愿意冒险去看这个午夜电影。光影剧场的传闻依然在扩散，这部午夜电影被疯狂传播着，于是有一群小伙伴们就开始查这个光影剧场的历史了。随着调查的深入，有关这光影剧场的过去也逐渐的被揭开。原来啊，这座房子最初并不是什么娱乐场所，电影院的前身呢，是一所精神病院。那为什么精神病院会改造成电影院呢？原来那个时候啊，这个精神病院呢，拥有很多个屋子，而且每个屋子都特别的大，里面所关着的人呢，其实不只有精神病人，还有很多都是病情严重被遗弃的其他病人，所以只是关着他们那是不行的，总有各种状况发生，导致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苦不堪言，所以就想办法使他们镇定下来。找到的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给他们播放影片，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从而减少各种状况的发生。于是呢，就给他们修建了新的电影院。慢慢的，这个精神病院的管理逐渐好转。但是好景不长，有的病人呢，他就喜欢看点午夜电影，光午夜看还不刺激，还就要看点恐怖惊悚的电影。于是有的人呢，就在后面恶作剧捣乱，总是播放着一些不同的电影。在那个年代，许多被社会遗弃的病人都被送往这里接受治疗，但事实上啊，这里的那些治疗手段根本就不成熟，完全就是在拿病人做实验进行治疗，残忍至极，导致许多病人在这里惨死了。不知道曾有多少人进来这所医院，又能有多少人完好的出院了呢？所以人们都说，光影剧场午夜场的那部电影，或许就是这些冤魂的复仇，借助电影院这个场所，将他们的痛苦传递给一些毫无防备的观众了。这个精神病的院长啊，在之前就已经被新闻曝光了，于是他迫于无奈啊，他没有办法继续再开这个精神病院了，他呢就只好把这个精神病院转手了。房子的新主人看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电影室，所以他就把改成了这种电影院。他就这么的吃着人血馒头，这个电影院的名字也就正式上映了。而这些影院，你到底说是死去的精神病们的冤魂在播放的午夜电影呢，还是后面有人在操纵着这些，让人们知道这一间精神病院之前的历史，都展现给这些毫无防备的观众，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了。在传闻称啊，在这个电影院的地下室中还保留着当年医院的遗物和一些未曾发现的尸骨，估计也是这电影院太大不好处理吧。这不有的人呢，就试图闯进这地下室来一探究竟，但是都有着一层大锁都没有成功。但光影剧场的工作人员对地下室的存在也都讳莫如深，拒绝透露任何细节，他们并把地下室给封住了。这不有一天呢，一群人逐渐的每天晚上做着同样噩梦。他们梦见什么呢？梦见自己被关进了精神病院了，不止只有几十个。但凡在近期看过光影剧场的这个电影院里所演的鬼片的，甚至是在午夜看的，他们回家都发生了不约而同的反应。这个反应就是午夜的时候，他们闭上眼睛，总能看见无数双手正在抓着他们的脸。然而啊，他们每天晚上做着这个噩梦，就像是一场电影一样。电影一般都是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这部电影正好准确在了1点47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间总是卡得那么的准确。后来有几十个人，他们都同样的叙述，做的都是同样的梦，而醒的时间也都是一样的。这估计就是他们给这些群众的警示吧。这些群众估计也都知道这些历史的秘密了，也知道了这个老板曾经干过什么肮脏的事了。他们决定让这位老板绳之以法。于是呢，他们报警，搜集了很多的证据，共同冲入了这个电影院的地下室中。他们发现
这个地下室里哪有什么精神病的这个影子呀？更多的都是一种人的尸骨，有的是电死的，有的是活活饿死的，也不知道老板让他们的生前受到了如何非人的对待。结果警察冲到这里的时候，这个老板他提前疯了，他也是装疯的。老板脚尖巨滑呀，就认为精神病不能抓他，精神病不能犯罪。但是经过重重的刻苦之下，警察们终于把这个老板绳之以法了。老板在死之前说出了那句话：哎，精神病们呐，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当初是我做错了，对不起。我告诉你们，这个影院的图纸你们重新翻修一下吧。这不没过几天，又有一位老板就接手了这个电影院了，决定给这个电影院进行全新的翻修。他雇佣了一支专业的装修队，将电影院里的每个角落都重新的粉饰和装修，甚至呢将地下室彻底封闭了，把地下室所有的东西都驱逐出去。另外呢还找了一些神婆，以防止任何的灵异现象再次发生。翻修后的光影剧场焕然一新，午夜场的电影也恢复了正常，曾经的怪事仿佛一夜之间消失了。虽然也有一些影迷心存疑虑，但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些传闻不过是虚构的故事罢了。那些经历过午夜电影的观众们却知道，有些事情就是无法解释。电影院的翻修固然怪事渐渐平息了，但在某些特定的夜晚，仍然有大胆的观众声称能听到影院深处传来的轻微的脚步声，以及那些从电影之中从未出现过的诡异的地狱